来这个梅子烤鸡梅的配给非常的有名，是你去给它送出来的吗？哦，这个不是呢，这个是之前啊我们的老东家有一个客家阿嬷，哦，他所研发的，然后我们就他传承下来给我们。哎呦，它好像已经就是蜜透看牛，对不对？味道比较浓一点点，做比较浓，可以吃吃看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比较咸哦。真的哦，为了要让它入味，对不对？哦哦，果然是要放到烤鸡里面的，做的味道看咸一些，看咸一些，放到里面才入味，对不对？重点是让它梅子发酵，让它梅子的味道更浓郁啊。哦，这样让鸡的味道比较更浓郁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先来腌制吗？对对对。好，你要加多少呢？那我们一般来讲大概8颗左右就 OK 了。好，有算刚刚好这样子。看主厨啊，塞个料，我就觉得他非常大气。葱啊，不用抹，也不用懂得，酸甜全部不用 low key。一下子放9层塔，放这么多元，是因为让它整个烤出来味道够香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放的都是辛香料嘛，像9层塔、辣椒啊、蒜头都是一些辛香料。其实这个9层塔、切莲塔，它就是很客家的一个味道，这样子。对，最后还有这一杯，这什么？这一杯是米酒，重点是把它的酱汁不要稍微有点冲洗掉。而且我发现啊，还不会给托盘，有没有？就是你把它弄这些酱汁收在下面，一方面是吸刷滴下来精华，是不是也要让它有一点水蒸气，不要让它在里面太干？这样。如果说熏到有火的话，它这个会干掉啊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就是让它不要这样干，然后这个鸡汁它滴下来到这边，刚好是沾我们这个鸡最好的酱料。哦，真的，大家就是拿那个当寿司啊。对。经典嘅梅嘅地度表内嘅路过嘅咸味。各種香料、老米酒，用到溫度配，火炭火勁燒，用細火配嘅50分鐘，每個表皮呈現出完美嘅糖膠色，包啲地度嘅肉熟到嘟嘟好。最重要嘅就係雞皮嘅保護之下，雞肉本身嘅水分撈起味，一絲都冇流失咯。哇，你看2個呢已經配也40分鐘，總算出油哎！而且我今天是獨享哦，剛剛一del啊出來時間，看見老闆用金黃色酥酥脆脆皮啊，這要趁熱趕快吃。這個雞的來頭真的是非常的有故事性。韓國嘅用室內也在阿婆啊，做出2個雞去甲滷出來梅啊，比如講也配雞地肚，讓它傳承下來已經幾下10年的時間呢。本身啊，給簡單的調價，我老給熟鐵的。可是剛才跟我一起做這主廚唔潘的，故事呢，讓老給繼續老給頂下來，繼續把它傳承下去。所以現在變成啊，黑了都舒服，一聽會是咧也給梅有配嘅，先爆一點牛。他說呢，這個湯汁啊是它的雞精，就是它的精華，吃這款啊。好食都講唔出巴嘞，好貴啊！應該講來都舒服，一定會是2個。因為重點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那在爺爺地肚啊，你看哎呀，嘴唇全部油油，它非常的鮮嫩，而且很 juicy。它這個特調的醬料啊，就算拿一個米油嘛，來攪拌色，一聽沒會懂好色。經過窯烤之後，酒精揮發掉，醇到蜜香都亮。難怪主廚剛才說啊，這是秘密特調。我知道，其實我吃寬奶也在給都在好什麼，我們要吃開它給個熊脯牛。因為通常呢，如果這隻雞是非常好吃的話呢，它就會嫩到連熊脯牛都會懂嫩呢。而且我要吃這個皮，超愛吃椰皮耶。那剛剛啊，刮的那個皮色，這個皮啊，配到嘟嘟好，因為它不是像你們想象那種烤雞啊，像波卡那樣脆脆，不是。它重點是你咬啊下去很濕利的。如果你喜歡吃皮的話，跟我一樣喜歡吃皮的話，可以吃到那種雞油的味道。貴香哎，就算你給它熊脯牛的地方沒有用嘿，懂嫩啊！你看這麼嫩，看我咬下去就低了。太後咬啊下去，娘娘嘅肉還有啲度保有家嘅嫩老嫩。老梅也唔單將粗體嘅牛呢，還可提升嘅肉質嘅滋味。所以親身試過，係一出濕嚟濕麻就會掉起來嘅好味絲哦。到了食飽嘅過後，用下尋日菜體，來啲擺放啲料到尾出色嘅國泰
太高。讲太高，你哈人来到你个老木的，迄嘛该蔬菜嘞。你迄个以前个太大蔬菜。你个没说人老木，可是怎么现在变成是丰田的文史馆呢？因为迄个三叔公的木啊。讲拥抱太高，新做客家人对阿公开始3代人当中，新世界从头的天空天树，虽然日头木水。心肝度稍有一种唔甘愿嘅情感，离开嘅家乡是头路当多年过后，因为阿爸年岁大嘅，身体唔好，辗转到家乡来，离农业转去，轻易分心啲。我讲嘅兄弟嘅本家啊，你喺我三叔公本岛，我太都聽三叔公，你喺我蘇北路太本島嘅，佢都將個毛用啊，佢帶我背啊，你紅木吼毛真理啊。会摆铁啦，日本无就搞那个丰田文史馆。头摆个日本人而来移民到你个话，古时1年代系日本人的木个。嘿，哈哈。在啲移民家日本时代，就日本政府鼓励在啲农民移民来台湾来开垦啊吼，希望汉化，就是日本化啦，你讲。后来在啲。离开的世界，家己都保护个代来当今啊吼，来到鸦片，先到鸦片丰田蔬菜开垦啊呢，在100公司年前，以前不台上的曲线，小学从那个在街道，也太整齐了吧！每个真的，一张书屋呢450平啊，全部规划都好好。要路线只会全部会建。路线超过一点低啊，才是农民。而且在这个灌溉系都防护，就会讲来灌水然后排水，可以很快的这样来系统。以前我干法要临环有法统的后来我心里又开始说有机农业的时候，当农田被污染了，因为把香港的这些农田的屁吼，大部分可以灌排水，所以不会被人家的那个排水。人生嘅缘分正经当神奇，有机农法一条路，就像系命途做长长嘅。那个等下就落去看人田的吼。好啊，唔过呢，落去之前呢，先看了就排哦。对啊，去排系嘛。主人若不在，可自助采购。做得去干买哦？钱我用的咧。你就采购办法哦。采购办法，去甲拿，你冇解都去甲拿吼，该有牌价，一斤几多钱？去甲称，去甲称。钱呢？称后吼，转账给你吗？没有啊，该门顺呢就有那个信封袋哦，把钱放到信封袋，投到门缝后就可以了。你这么相信人性哦？做有机的就是这么样的单纯啊。其实我哋做有机做16年的吼，按用卖14年的，在农场会找到农场的有机的客人。水准这么多贵国啦，农民啊可以做到这么相信客人，完全没有监视器啊，然后那个他们也会自律啊，会修分啊，我们其实做有机做到最后，其实在找人性啊，希望我们的老人的互通啊，唔是按复杂啊，可以单纯的生活就可以，因为我哋以前农业所撒灰啊，我从小的时候。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做有机的，我父亲那一代才是喷农药的。可是我们小时候的工作记忆就是有机的记忆。可是以前的我阿公啊，鬼苦咩，老中度老人加钱，那某下司的呀，灰板出灰板1支8。以前的演出会按有信用。好棒哦，听得很感动。对你写再多字也没有用，因为以前的人呛你下司或呛推出会罚钱。以前的演都不是私案下案都没无法控制。4點嘅地圖，所有現在嘅食材，本消費者自家掏自家揼錢，建立了相互幸福嘅朋友關係。兩位本愛深深嘅了解，有的事情早就超過外在前緣一件事，就從中度地圖嘅人情到幸福，係天有嘅，當順又當美好哦。你睇西內瓜係做得早嘅，可是它竟然叫做西內瓜，就是它旁邊有 net。草。这样子要怎么采呢？你看起来第一条下面是有刺的啊，要当包那个量机
板呢，按食指当杯，折一下，哇，哎，这么好踩啊！折一下就好了。来看呢，要调咩可以的，折一下，用食指把它扳一下。哎，好好踩哦。对。那我可以听说你的也给做的很色啦。对啊。有机的。有机的鸡在树上那个开花时间、结果时间比较长。给它一个胶质被归多。对。嘿，我们就把它折断啊。用对，然后闻闻看它的味道啊。很香，好香哦！这个就是那个有机的那个小黄瓜，我们再把它粘回去。粘得回去哦。照伤口啊，粘一下，大概3秒钟，手拿开。天哪！哎，它的果胶也太多了吧？因为它是有机的，长得慢啊，果胶比较浓。比胶水还黏呢。摇一摇哦，摇。我这样可以生吃吗？可以啊，好脆哦！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来吃看呢。你平常做些哦，那个口渴啊，那种找多些的呀。也太甜了吧！而且它水分好多哦。因为有点你们讲是生的瓜怕那种瓜味有没有？完全不会啊！哇，泰哥，你还可以就会甜这味。嘿，那彩色甜椒。其实上来贵冲的토마토诶，其实做的等去冰的呀。等3米就会全部。啊，真的好，来那用剪刀。好，来不用等。剪刀啊，这样挑剪都可以都好了。你看，甜椒，这颗也可以剪。其实哦，这样生吃也是很甜哦。平常工作很热啊，就擦一擦，大概擦一擦，把灰尘擦掉，把那个里面的籽挖掉，就拍掉，哎呀，我们就直接吃了。当甜当都水耶。而且不会有人怕真的吃椒的那种什么深的味道。它没有腥味。没有腥味。对啊，今日也给温室地图啊，发现哦，含卡冇 Q 用哎，因为我发现好像屋顶也比较多层，包括这边又弄一个无线用哎。因为我们花莲的风材很大，每次风材啊15个以上就白天的。我们花莲的风材中我们17个的，后来我们就搭第2代，刚刚小黄瓜那边，那个是可以挡得住17级的台风。可是太热。我在新年前啊，就一直去给它设计属于花莲地区的那种抗台的温室。在T3推这个绿建筑的盖法呢，屋顶是有开口的，那种坐北朝南啊，开口朝南，风才水温高明咯，而且冬暖夏凉。那天你看我背迄34度那底部涨29度天哦，真的差很多，而且啊，给老人黑的不会可能要坐北朝南的，那种风才会冬暖夏凉的。不错啊，那田啊，那种那彩色甜椒归讲耶咯。真的哦，这么娇贵，种下去。我们这彩色甜椒已经采7个月了。预计在做的长久啊，长1年哦，最高的纪录是长1年3个月。哇，跨过2个夏天。天哪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温室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特色就是可以夏天种出别人没有的彩色甜椒，而且我们做有机的，就会几多年学支持啊，家私几个，平常都几贵啊。风采过后，太时间冒出来的时间，我们还留出来，我们还是平价供应。对，我们绝对不涨价的，全年均一价。所以消费者就会很支持我们嘛。然后这种比亏的心，就会希望讲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先来做。希望可以制造一点良善的那种环境。现代学工课嘅讲太高，研究有机无土嘅耕种方式，除了大量嘅来种以外，未老没有意上引进荷兰嘅奶炭奶，用离体来种嘅方式，以防병虫害。多年累积来嘅经验，唔但將做得種出品質當好嘅各種青菜果子，還可做得為環境帶來生生不息嘅能量哦。一般來講啦，就是說不看喺港中的話，都會聽講講它也友好和種田，應該都是會害怕。你怎麼會想回來？因為爸爸陰性意識概念，爸爸都偏愛的。他就想說兒子都不在身邊啊，比如講佢兩個來老大不可靠，老二也靠不住，只好靠老三，他要靠他兒子，第3的兒子，他要賣土地啊，生活了。
对，以前那个农民要卖土地是天大的事情，表示他对2个儿子已经绝望了。从小做到大，其实再怎么讨厌，其实对土地还是有连接的，还是有感情的。可是你一转了就开始种有机的吗？没有。因为我在30几岁都结婚了呢，我有3个生意呢，就想要带我的小孩去重温我小时候的童年回忆。抓泥鳅最好玩啊！想说带他们去看我的那个田里的生态啊，居然找不到以前那种生态了。我3个生意呢都最爸爸的蒙来抓泥鳅给他们看，可是他们失望了，因为从他们那个表情啊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做那种好像不对的事情。我们这一代人在做的事情好像不对。因为小个有接触到抓泥鳅那种生态。可是我儿子看不到了，孙子根本不是笑。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对呢。而且我们把生态也破坏掉，我们赚的经济是小的经济。36岁概念就决定会做有机农业，收入减少的，减少同流哈1/10，收入只有以前的1/10。其实无可能讲老工业要把好的按样比啦你要做有机就无想要穿太浅，可是你穿天空。他们讲还是像讲我们以前那一套啊，喷农药，20岁跟它一样的那个小黄瓜好了，它的病虫害啊，一包农药就解决了。可是后来发现，都30岁跟它一样的病虫害，2包先唔好。农药的特效药问世的时间是4年到5年，它的周期。可是那个虫的抗药性只要2年到3年，去反省一些事情。长此以往这样下去，是在杀鸡取卵。在我们这一代就把资源用掉了。那我们的下一代会很可怜的。最重要的是农梯的农民呢，农民报复农梯，那是那个天责，真的。讲这句话好感动。农民保护农地是天职。当他传承给下一代之后，孙子不会骂就会开嘎子的。中共有机不是不可为，我小时候做过，我阿公那个时代，我们下田的时候都是有机。我就在想说，用我们以前那种方法试试看。没想到经过10年之后，我们的生态就回来了。现在种的东西都很成功。用手是一种方式，农业做唔得眼皮有成绩，生态嘅丰裕，还较冇办法打乱肩膀。伫大家急定上嘅季节，适应问题嘅时节，研究食材嘅源头，佢就係上用安利嘅自然环境。应该喺呢個時節，潛轉對土地嘅尊重，還個老搭後，甚至到都市地圖嘅食物，都變做食